好了，又来一年一度 iPhone 的模具上手，然后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些尺寸，还有我们上手的感觉。那其实我们现在有一个短片，有大概讲一下。很多观众希望再看多一点细节的影片后，那希望我再讲多一点。那我们今天就拍一支正片来跟大家分享。那首先呢，模具跟模型机通常还是有点不太一样啊，但是因为我们的看法是，模具通常是拿来开模，而且他们要确保他们开模的手机壳是非常的精准，在未来这个正式版本上市量产之后，他们手机壳装上去会没有问题。但模型机的情况其实就很不一定，因为有一些厂商做的模型机，他们可能就是专门只是展示用的，在一些商家、电信行给他们摆着看。那一类的模型机就看它的品质啊，有一些它可能价格也不用太高，因为它其实单纯展示而已嘛。有一些模型机做的特别的精细，那可能也是让有一些厂商去装壳用或什么，那个用途不太一样哦。但是在模具上面呢，基本上以我们过去经验来讲，它的精准度都是非常的高。那我们刚刚讲到嘛，这个手机壳厂商会拿来做来开模的，这个手机模具呢是极空战甲他们所提供给我们，它也是我们先前有常常合作过的品牌，那做的东西也非常好，是我们台湾的品牌，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参考极空战甲的产品。OK， 那我们今天就大概先把它拿下来慢慢的看它一下。那首先呢，我们还是先来看这个数字系列。那数字系列大家我们也知道，先前传闻都大概讲完了啦，就是它的镜头改成这个垂直的排列，不管是16或16 Plus 都是一样的设计。那这个整体上手感的这个厚度来讲，看起来跟上代也没有什么改变。那比较直接你可以看到就是在它动作按钮的这个地方，那现在这边也已经改成都是动作按钮开口。如果你习惯那个静音键的话呢，就要去买到比较旧的版本，苹果就是不会再有静音键了，或许 SE 世代还会有。那另外整体来讲呢，我觉得蛮有趣的，就是大家在看到这边多开一个口，现在在讨论说到底是毫米波天线的这个开口呢，还是它会多一颗相机按钮的开口。那因为关于多一颗按钮的这个传闻，其实从大概去年底就开始在讲，同时呢在那个 3D Cap 的 view 嘛，我们也看到说他们把毫米波的天线移到另一侧，就是音量键的下面。那这个时间点的话，如果说这个又是毫米波天线的话，不太知道是说它移回来了呢，还是它有其他的用途在这边。那为什么如果真的是一个多功能键或是一个快门键的话，又为什么要在数字系列上面也要有？那我们就先以它应该有可能是这个多功能键或是快门键的这个方式来讲。以数字系列来看啦，它现在这个相机改成这个横摆，那我们知道它的用途是为了在拍空间影讯嘛，因为空间影像它需要2个相机是平行的，那所以苹果可能想要你拍空间影像的时候是这样拍。那为什么拍空间影像的时候要这样横的拍呢？因为横的拍的时候，它拍摄的画面是这种 landscape， 你在 VR 的世界里面，我们是2只眼睛去看这个画面，所以它是一个比较宽的方式去呈现它。所以这种时候跟你垂直比起来，像有人说，为什么不能这样直摆，然后相机变成在左右在这2侧？因为这样拍的话，它的画面就会变成垂直，那你在 VR 世界看起来的话，可能就会稍微比较偏窄一点。那如果是这样情况下的话，那苹果可能说，希望你多拍一点空间影讯的这个影像，那他可能想要习惯你在拍摄的时候是这样拿着手机，而不是这样去拿手机，因为先前快门键在这边，因为这样拿有可能手很容易去挡到镜头。那如果你这样拿的话，或许大家习惯上就比较不会去挡到镜头。然后如果这边又有一个可以当成拍摄键或快门键的话，大家就会很习惯的用这种方式去拍摄。那这是大致上的一个想法，就如果以它是快门键的这个方向去看的话，那另外有很多人讲啦，它有可能是一个另外的功能键，指纹解锁。那指纹解锁我个人觉得可能性偏小，因为同时有 Face ID 跟指纹解锁存在的意义，我会觉得不大。虽然指纹解锁对很多人而言感觉起来更方便，但是多一个地方多一个模组去做类似的事情，不管身份验证或者是付钱的验证，那我感觉起来苹果不太会做这种事情。虽然说你看这个位置好像真的用指纹解锁是蛮合理的。那另外一个讲法就是说，现在可能会多了一个 AI 功能，或者说它 AI 的助理上可能会分成 Siri 跟另外一个这种指令助理的方式。那会不会多一个按钮，就是为了让它可以有呼叫 AI 的这个功能出来？如果真的是多一个按键的话，那我觉得它使用的模式就可以很广。就像上一代改过这个多功能键，它可以有很多自定义的模式，或者说它可以在不同的 App 开启的时候呈现不同的功能。那我觉得这都可以去思考一下。那另外整体看起来，那整体比较能确认的，应该就是在它镜头突出整个设计这样的感觉，我觉得是蛮好看的。那另外就是它的厚度啊，还有它的长度、宽度，因为这个在装手机壳的时候是比较必要去确认的地方。好，那再来就进到这个很多人可能很在意的 Pro 跟 Pro Max 的系列啊，可能大家一开始会去看说，它到底相机的模组有没有变比较大？那其实从模具上面很难去确认说这会不会是它最终镜头模组的尺寸。有的时候它只是预开这个口，有一个说，不要去盖到的区域是什么地方，它会写得非常清楚。那另外呢，它镜头凸起的部分，如果我们跟这个前一代的 Pro Max 去比较的话，目前视觉上看起来是它凸起的部分又稍微多了一点。那但我们不确定这个会不会是一个 final 的设计，但是如果以我们
们现在看到的这个传闻来讲的话，这次可能在超广角镜头啊，或者是有一个说法，甚至连长焦镜头都会一起上到4800万，所以可能3颗镜头都有4800万画素。那我们现在也提到嘛，这样在你平常在拍摄4K 影片啊，或者在照片，有时候你不同焦段要在裁切的时候，它中间的焦段它可以保留的画素就会越多。这一点我觉得当然是值得期待，但是如果它跟着感光元件变大的话，我理论上来讲应该是要了，因为不然先前那样的小感光元件再塞入4800万画素的话，我觉得进光量可能会不太够。那这种时候，我觉得整个镜头的模组变稍微突出一点，也是有它可能性在。那这个镜头模组的大小，目前看起来视觉上看起来好像有稍微宽一点点，但同时也因为它整个机身的尺寸也稍微变大了一点。那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左右的宽度，我们来看一下，应该非常明显清楚可以看到它左右的宽度是稍微宽了那么一点。那上下看起来的话，就像我们上次在那个短片里面有呈现给大家看起来是更加的明显，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尺寸的差距。那整体看起来的厚度的话，厚度看起来是大同小异，可能厚度不会有太多的增加，但是你会比较有感，就是在它的宽度跟它的长度。那我必须说，我现在2只裸机拿起来的话，虽然它的宽度只是多一点点，但是你还是会有感啦。那尤其是你本来就已经觉得 Pro Max 的机型已经算大，那现在再这样拿起来的话，它比先前又大了那么1咪咪。那长度的话，我觉得长度的大小反而还好，可能就是在增加重量的地方，但是你平常手感的话应该是还好，因为你如果是会侧面拿手机的人，或许就是拿来玩手游，可能是双手拿，那这样可能就还好。那拍照的时候如果这样大一点点，应该可以看它整体的平衡感怎么样吧。那就我们看到一样，在这个 Pro 的机型，它在侧面这边有这个开口，一样回到刚刚讲的，这个是毫米波天线呢，还是多了一个特别的按钮？因为本来的传闻是说，如果会多一颗快门键或者特别的按钮，应该是只有在 Pro 系列的机型上面。那像我们在数字系列上面的这个模具看到这样的开口，那会不会真的就只是可能依照不同的国家，他们毫米波天线设计的位置可能会不太一样？因为在美国的机型，他们没有这个 SIM 卡的开孔，但是其他国家如果还是要保留 SIM 卡开孔的话，那或许这个毫米波天线放置的位置就会有点差距。那整体其他的话，目前看起来是没有什么更多太大的更新啦。在硬体上面的设计外观，我觉得用上3眼怪到现在，从 iPhone 11 Pro 系列开始到现在，就这样的设计语言也已经维持了非常多年后。那今年 iPhone 16系列看起来跟数字系列，我觉得对比起来，它的设计更改是比较明显、比较大。但是 Pro 系列维持这个设计语言已经算蛮长一段时间，那这个我是觉得有点可惜了。那有人会说没有问题就没有必要去改它，但是同样这样让我们看到，就是说它在镜头上面可能也只是画素或者它感光元件上面的进步，不会像其他厂牌可能会多一颗镜头，或者是有其他更大的改变。不知道说对现在已经有点偏迟缓或是偏冷淡的这 iPhone 销量来讲，这样看起来没有太大设计更改，会不会刺激市场有想要换的理由？但是同时间呢，我们知道今年 iPhone 最大强调的可能会是软体相关的功能，就是 AI 相关的功能。那这个部分当然也很难讲，就是说它 AI 相关的部分，它要结合到多深，或者说它是跟什么厂商去做结盟，是同时跟 Google Gemini AI 去结合到它搜寻引擎里面，然后跟 OpenAI 去结合到它 Siri 里面。这种时候它放出来的权限，就是苹果让这些 AI 助理能做到的东西有多深，只是简单的跟你聊天回答问题，那我觉得还不够。但是在生成式 AI 上面，或者在它行动力上面，它能不能去理解你复杂的指令，又不只是像现在的 ChatGPT 那样，只是帮你找到资料，帮你整理资料，而是在手机里面的真正的功能里面，它也没有办法去做更复杂的理解。那比如说我现在要写一个文件一个报价单给厂商，那在苹果的 Page 里面有报价单的这个 sample 的这个格式，那我说我要用这个格式，然后里面要填什么，然后我的地址是什么。如果你可不可以把这些资讯都直接丢给这个语音助理，或是不管是文字助理或语音助理，然后套进去，它会自动生成，然后帮你跟他说我要一个 PDF 版的，然后我要一个 Word 版的，然后会自动帮你生成输出这种版本，到那种有可以执行力，或是可以执行更复杂的指令，甚至在每一个 App 里面都去理解里面的功能性的时候，那样的语音助理会比较有实质的意义。那在那个时刻，如果说苹果把那样的功能说，因为是用新的处理器 A18 Pro， 所以才可以做到这样的运算能力，这种时候比较起来的话，我觉得相对来讲，在生产力跟实用性上面，就对用户而言会比较有吸引力一点。OK， 那我不知道你们大家怎么想，我们今天就是很快的开箱这个模具，大家想要看一些比较细节的比较，那我们就来比较给大家看一下。好，那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我觉得也可以一起在下面留言跟大家分享一下你们的看法。OK， 那今天的影片就先到这边，我是苹果爹，我们下次见，拜。